真的是服了。我现在已经到香港机场了，国际飞香港的时候，如果你有中转内地，不要入境内地。我们现在在成都的天府国际机场哈，本来打算一起出国旅行的，结果到了之后发现了一个意外，就是在办 check in 的时候啊，护照居然刷不出来，说消磁了。我目前人在上海浦东机场，昨天我的飞机从埃及开罗飞这个台湾台北，中转上海浦东机场，然后乘坐的航空是东方航空。但是我抵达这个浦东机场之后呢，当我乘坐这个国际中转的时候，被拦下来了，在那个地方就兜中转了1个小时，最后给我的答复就说我没有这个大陆通行证，是不能出发去台湾的。但问题是我不是直飞，我是从这个开罗飞台湾中转这个大陆啊，没办法，然后那个就死活走不了。大陆的朋友大家好，很多人都很好奇哦，就是台湾人在境外旅游用什么证件？跟大家说，我有2本护照，我还有一本蓝色的护照。然后因为我当初在美国出生的，所以我有2个护照，然后我也有大陆的台胞证，然后我也有大陆的18码的居住证，但是我拿不了大陆的护照。如果我要拿到大陆的护照，我就得放弃这本绿色的护照。但是其实这个免签的国家其实很多还是比较方便的。我不知道你们信不信啊，就是人办护照的时候能被办护照给气哭。所有体制内啊，包括事业单位，包括当兵的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单位啊，什么国企、央企了这些啊，你只要是在职的，你出国必须要报备啊，无条件报备。很多人说，哎呀，我去报备，人家也不理我，也不留我呀，领导也不批啊，不批你就出不去，就这么简单啊，因为你涉密。很多人说我就是在部队，我是一个站岗的，天天让我站岗，我也不涉密啊。我在国企央企上班，我就是一个打螺丝的，我也不涉密，没办法，这东西呢是一刀切的啊，除非你辞职了，离职了之后也要过了保密期才能去申请出境啊，也不是说我想出就出的啊。在公务员岗位做了9年，年初的时候递交了辞职申请，第2天我就去单位办理手续，在组织部领完批复，办理完档案关系转接，现在没有束缚了，可以带孩子去全世界多看看。现在去国外都要先报备啊，报备当地的派出所。来了啊，去报备一下。如果批护照又是查存款，又是查资产，还有流水证明。知道的我是出国打工，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去西天取经去了。大家好，我是真言。近日有人爆料，现在中国好多地方已经停止办理护照，官方甚至不给你任何理由，直接告诉你不可以出国。即便你手持护照和机票，他也可以不让你出国。如果你不配合，他便直接把你带到小黑屋。当你提出质疑，为什么别人可以走，我不可以？海关毫不隐晦地告诉你，你是中国人就可以管你。这种情况似乎还在持续蔓延。同一时间又传出，中国有13类人被要求集体上交护照，并限制随意出境，涵盖范围包括研究所和重点实验室人员、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国企员工、高新技术民企员工、金融从业人员、教师、3甲医院一定等级以上人员、科技研发人员等。其中，地铁维护人员被标注去年起交护照。国资入股的电路设备民营员工赴港参展需要提前报批，教师假日国内游也可能不批。如果发现上述岗位人员离开，可能会被限制3到5年不得出境。相关消息还注明，不同地区部门管理口径可能不同。我已经20岁，我已经成年了，问他们说我们有经济实力也不给我办，哎，谁懂？看来过几年之后出国会越来越难。以前我办护照7天就能到手，现在办护照我朋友15天都到不了手。从4月初开始呢，很多地方办理护照是办不下来了，到今天还是在管控当中。收护照了，收护照了，咋整了？关键发给大家啊！好的。收护照了，这个好年轻哦。你要是选择了体制内呀，你就不能选护照；那你选择了护照，你可能就不能体制内上班了。这段时间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出国，是一定要出去，所以我打算过一段时间先去外面打工啊，攒点预算。送外卖这个间隙啊，来出入境者办个护照，但是今天已经没号了。我真的快崩溃了，我觉得我在这个厂干的这段时间，受到了这辈子都没有受到过的委屈。我之前觉得为什么别人经常老是跑路，但是真的只有你自己去打了1天的螺丝，你才会知道到底有多累。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腿一直都是站着的，除了吃饭时间，其他时间一直都是站着，根本就没有休息时间。到晚上下班，感觉腿都不是自己的了。还有就是流水线流得超级快，我根本就干不过来，现场还一直催。
但凡是干的速度跟不上了，还要被骂；质量干的不好的也要被骂，然后就是一直被骂，一直被骂。国内你都混不明白，你还想出国？中国那么大地方不够你待。如果当你有了出国的想法，然后你周围有人用类似的话劝你不要出国，那不用犹豫啊，直接让他滚。更何况那句话逻辑也不对，你在一个地方找不到机会，换个地方试试呢，不是很正常吗？这位博主直言，很多人想方设法要出国，其实都是生活所迫。就好比你在一个公司工作不下去了，就一辈子不能跳槽吗？你在一个城市赚不到钱，那一辈子不能换其他的城市吗？说白了，出国也许不能大富大贵，但是同样的时间和付出，收入却可能是国内的2倍，甚至更多。现在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生活的压力、就业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如果大家在国内就可以生活得很好，你想一想啊，没有人愿意背井离乡，没有人愿意去海外谋生。就有的那个人吧，就直接粗暴的给我扣上叛徒的帽子。我跟你说呀，我根本不接受。谁不爱国呀？那街边的麻辣烫不香吗？那夜市不热闹吗？这繁华盛世后边哪样不需要钱呢？还有一个就是真是卷不过呀。你看人家领导的孩子成了领导，公务员的孩子成了公务员，老板的孩子还是老板，咱草根的孩子咋办呢？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还是有点自知之明吧。这位女博主还提到，自己情商太低，在国内工作不会拉关系、走后门，所以这些年连个小干部都不是。但在国外不一样，简简单单的生活，不需要溜须拍马，也不需要送礼，天亮睁眼工作，晚上下班睡觉，月底按时领工资。其实普通人生活的意义，无非就是回馈父母，养育好孩子，不给周围的人添麻烦。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力所能及的做，就已经很知足了。但即使这么简单的心愿，大陆官方也不让。有网友爆料，现在为了阻止民众出国，他们让甘肃的街道居委会收回居民的护照。另一位网友也说，他朋友所在的医院在执行相关规定时，扩大了护照收取范围，层层加码，连临时工的护照也不放过。那是你拍摄的视频和录像，如果上传到网上造成舆情，或者是造成一些违法的后果，你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你听清楚了没有啊？还有人8月2号透露，他所在的公司已经将日本列为高风险地区，不允许前往。另一位东北人说，他最近想申请到美国旅游，结果直接被中介告知不许去。很多地方已经不给办理护照了，反正就是各种理由卡你。这是我现场拍的，来办护照的人特别多，可能收到什么风声了吧？一系列反常现象让民间质疑。中国外交部对美国、日本发布过多次提醒和警告，仅针对日本，从2025年7月到2026年3月，就至少有5次，措辞也从谨慎前往升级到避免前往。但对缅甸、柬埔寨多次发生绑架中国公民的国家，却从未发出安全提醒，也没有被列入高风险国家和地区。另外，正在进行战争的俄罗斯也没有被列入高风险国家。那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到底代表了什么？有人举例说，一个做芯片外贸、做技术咨询，甚至一个在海外社交平台上说错话的人，理论上都能被扣上这个帽子。因此，不要觉得自己是个小人物就会安全。也有人认为，新规最可怕的地方在于，首先将限制出境的对象从原来的特定群体扩大到所有从中国口岸离境的人，更不分国籍。其次，将限制离境的权利下放到最基层的每一个口岸边检人员，滥权行为明显扩大。第三是审核标准极度宽泛，是否允许当事人离境充满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即使你是一位远离体制的普通人，也可能被边检人员禁止出境。事实上，不只是国内民众焦虑，不少拿着美国绿卡或入籍他国的华人也很危险。因为先前已经传出一名归华日本国籍的华裔商人，在中国突然遭到海关拦截，这也导致他被迫放弃国籍，且在日本苦心经营20多年的企业和8000万资产瞬间蒸发。台湾大学名誉教授明居正点出，新规定上路，管的不是你能不能出国，而是他要将这种非法行为变成合法。那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点呢？有3个理由。第一是中美贸易战底下，北京感觉到全球很多国家因为倾销和恶性竞争开始敌视它。
担心未来面临更大范围的封锁或制裁，所以先把依法行政的壳准备好。第二是，大陆政府认为 AI 技术有些地方开始领先，担心技术人才和资金外流，所以抢先出手，要求境外离岸信托资金征税20%，同时要求境外注册公司把技术、人才、资金全部带回境内，最后再将一般人的护照收回，甚至连港澳通行证也不放过。所以说，北京想要的根本不是多一条新规定，而是把自己要做的事包装成法律，变成常态。作家吕正理也补充说，他有位在台湾科技界资深有分量的朋友，同时持有美国籍与台湾护照，去年只是过境上海，不打算入境，结果海关发现他没带台胞证，直接扣下他，在上海机场整整滞留了8个小时，连上厕所都要有人陪同报备。对于大陆官方的做法，吕正理提出一个历史框架，就是史达林在2战前展开的政治整肃，枪毙了上百万人。还有人针对党内高层的莫斯科3次大审判，他认为习近平现在整肃党政军高层走的是同一套逻辑，对内锁国高压，对外不断强硬，因为他确信要打一场长期对抗，所以绝不允许内部有不受控的人存在。民居正则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近几年北京高层整肃的降级军官超过100人，上将就有几十人。今年8月1号建军节后，再有3名上将、3名中将被免除人大代表资格，而这一切的时间点指向明年的21大。习近平需要证明连任的正当性，但中国经济越搞越差，社会越来越乱，外交越来越孤立，能拿出来说服党内的东西并不多。所以现在必须先把内部整顿到所谓的安稳。简单说就是，现在判读大陆政府的公开文件，就看他把哪里写的含糊，哪里就是他接下来重点要做的地方。而他如果反复强调什么，那就是他内部最缺什么。这个框架不只可以用在大陆的法条，还可以用在看任何一家公司、任何一段关系网里。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请记得点赞、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